沈浪不由得再朝田13望去，因为他代表黑衣帮田横的意志。而刚才沈浪在做染料的时候，锦绣阁林墨出卖他，派人去通知徐家前来。当时田13很显然是看在眼里的，但他没有任何要阻止的意思，更没有提醒沈浪。所以此时沈浪面对的是3个庞然大物：徐家、林家、黑衣帮、田横。那么现在他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承认这个配方是偷的，然后立刻去执行软饭升级大业，有权有势之后再疯狂报复。因为徐芊芊当着玄武城的官员答应了，如果沈浪认罪，就一切既往不咎。他是爱惜名声之人，若沈浪认罪的话，他今天肯定是不会当面发难，只会花钱让田横秘密处理掉他，那样至少沈浪今天就安全了。可是想要将这盆脏粪水泼在沈浪的头上，还要让他唾面自干，万万做不到，沈浪绝对不会这般窝囊。沈浪望着徐芊芊问道：你说我这金黄色染料新配方是偷的，有何证据？徐家主冷笑道：你沈浪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物而已，而我徐家做了几十年丝绸布匹生意，对染料是最擅长不过的事情。这金黄色的染料配方是我和芊芊呕心沥血亲自研发的，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，足足耗费了几年的时间。我们将这个秘密藏着掖着，就是想要国君织造府一个惊喜。然而没有想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不但偷取我家财物，调戏我家侍女，连关系到我家命脉的染料配方都偷。然后徐家主寒声道：芊芊，这新配方何等重要之事，你为何放在抽屉里面？徐芊芊道：对不起父亲，之前我对沈浪完全信任，根本不知道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他望向沈浪道：在徐家的时候，有仆人欺负你，我就抽了他们鞭子，下令任何人再敢说你半句坏话就赶出家门。你在徐家无人搭理，我不嫌弃你智力低下，木讷愚笨，每日都来与你说话。我对你这般好，你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就算为了报复我抛弃你，报复我个人就是了，为何要断我家族的命根？再说你若不做出那些丑事，我徐家又怎么会赶你出门？这话一出，在场官员脸色稍稍有些怪异。不过对于徐家主和徐芊芊言语，有一半他们是相信的。徐家确实精通于丝绸染料，否则他们的丝绸也不能专供国君织造府。而沈浪不学无术低能儿的名声，他们也有耳闻，所以他们也坚定认为这个新配方是徐家研究出来，是沈浪偷窃的。沈浪缓缓道：你没有证据，我也没有证据，但谁都会相信这新配方是你徐家研究出来的，我有口难辩。徐家主心中暗笑，你知道就好。这件事情真是爽啊，不但白白得了一个绝妙的金黄色染料配方，而且顺便还名正言顺将沈浪打入牢狱。顿时徐家主寒声道：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抓人吧，在酷刑之下，我不信这废物不招供。徐家主何其急也？沈浪笑道：虽然我百口难辩，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却轻而易举。说来也真巧，为了防止眼下这种情形的发生，我故意将这个金黄色染料配方做了一些保留。其实我手头上还有更高级的配方。沈浪又道：徐家主，想要证明我是不是从徐家偷的染料配方很简单，我若是能够制造出比刚才更好的金黄色染料，那就真相大白了，不是吗？许芊芊笑道：你虽然从我家偷走了配方，但你太不专业了，所以只要稍稍认真一点，完全可以制造出比刚才更好的。沈浪道：
我不专业，但你家够专业的吧？你号称那个配方是我从你家偷的，你徐家动用全家之力制造金黄色染料，然后和我比一比，看看谁的金黄色更加华丽，染出来的丝绸更加尊贵，一切都高下底判。沈浪确实有所保留，他之前教出的金黄色配方是中国17世纪的，但他的智脑里面还有21世纪改良后的配方，尽管主材料是一样的，但比例火候稍有不同，还加了一些别的添加剂。但是改良后的金黄色配方也只能提升1-2成左右。徐家已经拿到他的配方，沈浪在黄颜色上能赢，但不能彻底碾压，所以他还要再开一条战线。于是沈浪道：当然，如果仅仅只在金黄色染料上赢你们，还无法证明我的才华。你精通于染料，那么我问你，哪一种颜色最难？徐芊芊道：最难的颜色当然是紫色，那才是染色工艺的巅峰。没错，在古代最难染出的颜色是紫色，而不是黄色。当然，不是染不出紫色。在中国古代，先有用紫草根做紫色染料，但是颜色低劣，之后用紫曲这种染色海螺制造紫色染料，紫色才好看一些。齐桓公就喜欢穿紫色的衣衫，当时一匹紫色的布顶得上5匹白布，可见昂贵珍惜。在西方，用染色海贝制造紫色染料，古代级的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也超级喜欢这种紫色，不但衣服，甚至船帆都染成了紫色。但不管是染色海螺还是染色海贝提炼紫色染料，耗费的成本都是极度惊人的，仅仅1克的染料就需要300只染色海贝。此时大洋王朝还没有找到从染色海贝、染色海螺提取紫色的办法，那么这世界紫色染料从何而来？直接就是用蓝色和红色染料混合而成的。但是染色效果实在是不敢恭维，首先是染色不均，颜色呆板拙劣，最关键是2种染料的湿牢度不一样，所以紫色丝绸往往容易褪色。沈浪道：紫色染料比黄色染料更难，对吗？徐芊芊道：那是当然。紫色染料被这个世界的布匹丝绸界誉为不可攻克的难题。为了彻底证明我在染色工艺上的才华，我们不仅比黄色，还比紫色。沈浪道：你徐家动用全家之力制造这2种颜色，我只有1个人，也没有钱。我用最简单、最低的成本制造染料，然后当着在场几位大人的面，看谁制造出来的染料最出色，自染出来的丝绸最美丽动人。我会向所有人证明，在染色工艺上，我沈浪一人足够碾压你们整个徐家，让所谓的偷窃罪名成为彻底的笑话。沈浪，你真是幼稚可笑。徐家主冷笑道：我们凭什么要和你比？浪费我们时间，直接拿下，在牢里动刑，不信你不招供。沈浪望向在场几位官员道：几位大人，觉得我的法子如何？在场几位官员平常都被喂饱了，而且程卓甫也专门打过招呼，所以沈浪问他们的时候，几位官员就仿佛没有听见一般，根本不搭理。沈浪朝着最年轻的那个官员一直看，这位年轻主簿大人在玄武城中掌管刑狱，抓不抓沈浪，他的话语权最大。与此同时，沈亮脑子里面回忆着和这位年轻主簿大人的往事，尤其是他说过的话。如果记忆没有出现差错的话，这位大人会站在徐家对立面。见到沈亮目光望来，那个年轻官员大约犹豫了半分钟，然后他直接站出来道：徐家主，就让他试试看，如果他赢不了徐家，
就证明他的配方是偷的，直接抓了便是。这位年轻官员一开口，顿时徐家主目光一冷。这些官员平时都喂饱了，对徐家的事情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眼前这个主管刑狱的主簿大人刚刚到任不久，虽然还没有收过徐家的钱，但城主大人已经吩咐过他了。为何他此时却要唱反调？难道不知徐家马上要和太守联姻吗？徐家主寒声道：王大人，你确定？年轻的主簿大人道：我确定。这位年轻的主簿主管刑狱，要抓人的话还真饶不过他去。徐家主眉头一皱，备要拿出城主府压这位年轻的主簿，但是徐芊芊却扯了扯父亲的袖子。对沈浪，没有人比徐芊芊更了解了，他哪里会什么染色了？这金黄色染料配方，沈浪从哪里得来不得而知，但徐家已经试过了沈浪的那个配方，他家远比沈浪更专业，所以制造出来的黄色染料也比沈浪更加出色。至于紫色，不自量力的沈浪还不知道，徐家刚刚攻克了紫色的新染料配方，用了全新的材料，简直是颠覆性的，可以秒杀市面上一切紫色丝绸。沈浪怎么都必输无疑，早死晚死都是死，为了这点小事当面和主簿大人对抗，非常不智。得到女儿的暗示，徐家主皱眉道：那就依王大人的，看这废物能拖到何时？沈浪道：若是在黄色和紫色染料我都赢了你们，那证明了什么？徐芊芊不甘道：那证明之前那个黄色染料配方不是你偷的，是我们冤枉了你。沈浪道：那到时你们就要承认污蔑，还就要向我赔礼致歉了。徐家主寒声道：等你赢了再说吧。沈浪道：那好，就以3个时辰为限，3个时辰后一较高下，真相大白。可以。在场的一名官员道。徐家主道：立刻去家里抽取最好的大弓，芊芊亲自坐镇，务必制造出最好的紫色染料。徐芊芊道：这次徐家要动用全家之力了。而沈浪依旧只有一个人，朝着林默道：林老板，又要借用你的后厨一用了。当然。林默道：沈浪进入后厨之后，依旧用槐米和明矾制造黄色染料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直接从智脑中调出的21世纪的改良配方，就没有那么粗糙了，而是加入了其他的辅助材料，比例和火候都有了变化。虽然主材料不变，但通过了现代科技的改良之后，制造出来的黄色染料效果会更上一层楼，更加像是黄金的颜色。当然，改良毕竟是改良，无法彻底碾压原有的配方，所以关键还是紫色。用最快速度配置了改良的金黄色染料配方，任由在那里熬煮着。接下来，沈浪重点放在紫色染料制作上，掏出了他的秘密武器。紫色染料最好的来源，石蕊第一。这是一种苔藓，到处都是，压根就不值钱。但用这种材料制造出来的紫色是最生动、最活泼、最亮丽的。在18世纪的英国，库斯伯特无意中发现了一种苔藓植物，可以制造紫色染料，而且效果无比之好。从此之后，这种石蕊第一提炼的紫色染料一直统治染料界100多年，一直到化学工业突飞猛进后，才有了成本更低廉的人工合成紫色染料。那么沈浪为何提前预备了石蕊第一呢？因为这是他的有备无患啊。
万一金黄色配方不够分量，那就再加上这个紫色的。沈浪将已经干掉的石蕊第一碾碎，然后和煤灰尿液一起熬煮，很快就得出了纯粹的紫色。接下来再用明矾提亮，很快成本低廉但是亮丽美妙的紫色染料就出来了。比起这个世界的紫色染料，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。然后沈浪拿起一片无色的丝绸，放在染料里面染色，染色完毕之后再放在太阳地下晒。很快紫色的丝绸出现了，好美妙的紫色，如此明艳生动，贵气而内敛，完全将这个世界的紫色丝绸秒杀了。然而沈浪要做的不仅仅是紫色，光一种紫色是能够赢徐家，但赢了还不够震撼。他抓紧一切时间，直接利用林墨家的材料制造出了7种染料，要染出最最华丽、最最神秘、最最神奇的彩虹丝绸。也就是将红橙黄绿蓝靛紫7种颜色染在同一块丝绸上，用分割分段的方法进行染色。如果速度足够快，动作足够精准，制造出来的彩虹丝绸会无比惊艳，无比飘逸。尽管他不是专业的染工，但确实染料爱好者发烧友。但是在丝绸博物馆的时候，他接连去玩了半个多月，完全当作很有意思的兴趣课，沉迷了蛮长时间。而之前这个沈浪入赘徐家的时候，天天都看到工人在染布，留下了相关的记忆。最关键是，沈浪脑子里面的外星人笔记本电脑里面有资料，把每一个步骤、每一种材料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虽然做不到最专业最好，但已经足够可以了。3个时辰后，沈浪的金黄色丝绸、紫色丝绸和彩虹丝绸全部染成了。紫色丝绸就已经足够大赢徐芊芊了，而这个彩虹丝绸则完全是杀手锏，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这惊艳绝伦的效果，足够可以将徐家的丝绸碾压成为渣渣。此时沈浪还没有出来，但是徐家染出来的金黄色和紫色丝绸已经放在桌面上。此时整个大厅点燃了几十根蜡烛，亮如白昼。之前沈浪染出来的金黄色丝绸也摆在了旁边，如果单独看还很难分出高下，但在高光下2块丝绸细细比较，还是可以分辨出徐家染出的金黄色丝绸比沈浪那块更加华丽，更加纯粹。这是很正常的，徐家更加专业，物力更丰富，经验也更老道，所以得到沈浪的配方后，完全可以制造出更优秀的黄色染料。但所有人的注意力在徐家的这块紫色丝绸上，在无数烛火的映衬下，它显得尤为亮眼。徐家最出色的染色工匠躬身道：“老爷、小姐，这就是我们的紫色新染料，不再是用蓝色和红色混合而成，是从一种紫草中提炼出来的。我们精益求精，所以没有投放上市，但染色效果比起之前好上了太多太多了。”徐家主，林墨等人纷纷对着烛火看着紫色的丝绸，果然生动了许多呀，和之前的紫色染料完全有了质的飞跃。不但颜色纯净度高出了许多，而且鲜艳了不止一个级别，真是极其优秀的紫色型染料啊！徐家又要大发一笔横财了。这才是徐芊芊的底气，要稳赢沈浪的底气。那位年轻的主簿大人将丝绸拿在手中细看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这种全新的紫色确实非常优秀。他虽然不是贵族，但也是出身名门，尤其偏爱紫色锦缎，对这方面是非常有鉴赏能力的。
徐芊芊道：徐工匠，关于金黄色新染料的事情，你和几位大人说一说。那位徐家最出色的染色工匠道：启禀诸位大人，小人家里世世代代干的染料活计，小人也从小爱钻研，尤其黄颜色是专供国君的，所以小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黄颜色和紫色上。我实验过了上百种原料，而槐米就是其中一样，这里有小人的原始记录本为证。说罢，他交上来了一个册子。这位负责玄武城刑狱的主簿大人接过来翻看一看，里面果然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常识配方，其中就有槐米，而且看着字迹已经有些时日了，不是作假。这个染色工匠道：这沈浪以前是徐家的姑爷，不过因为智力低下被人瞧不起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他竟然来我的染房溜达。我用槐米做新染料实验的时候，被他瞧见了。他并没有完全说谎，他确实用过槐米做黄色染料的实验，但他不知道往里面加入明矾提亮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缺失了当然不成。而且因为工序的原因，使得他用槐米提炼出来的颜色并不是出类拔萃，所以他的槐米配方算是失败了。之前的沈浪经常去染房溜达，喜欢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也是真的。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，徐家主和徐芊芊才有绝对的自信，这个金黄色染料配方不是沈浪自己研究的出来的。这二人对沈浪的能力实在是太了解了，一个低能儿，真的什么都不会的废物。徐家主道：诸位大人，此时人证物证俱在，可以抓人了吧？他虽然说的是诸位大人，但是眼睛却直接盯着那位年轻的主簿大人。如果不是这个愣头青多事，沈浪早就抓起来了。那个年轻的主簿大人看着这本册子，又看了手中全新紫色染料的丝绸，也不由得点了点头。看来确实如此了。他淡淡道：来人，去将里面的沈浪抓来。徐家主喝道。然后不等官差出手，徐家的武士越俎代庖，直接冲了进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后院的门被推开，沈浪走了出来。徐家主寒声道：沈浪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等着进大牢吧。沈浪顿时望向了那个年轻的官员。主簿大人淡淡道：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偷窃。沈浪先望向徐家提供的金黄色丝绸，果然明艳出色啊。这一点他毫不意外，得到了沈浪配方的徐家本就应该做得比他更好。沈浪道：这就是你徐家用尽全力做出的金黄色染料吗？徐家主道：对，是不是比你的更加出色华丽呢？沈浪道：是比我之前染出来的那块更出色，但是我说过了，我对配方有保留，那和我刚刚染出来的这块丝绸比比看呢？沈浪拿出了他刚刚染出来的金黄色丝绸，21世纪改良配方。所有人目光凑了上来。徐芊芊眼睛一缩，他一眼就判断出沈浪刚染出来的金黄色丝绸赢了，比徐家的好了连1成半左右。怎么可能？沈浪真的制出了更好的金黄色染料？这个提升的幅度虽然不大，在场的几个官员甚至都分辨不大出来，但是徐芊芊和徐家的工匠一眼就看出了，沈浪刚染出来的黄色丝绸更像是黄金，显得更加华贵。徐家主心中惊愕妒忌，没有想到沈浪真的还藏着掖着，竟然还有更高的金黄色配方。不过他不相信在场的官员能分辨出来，
于是徐家主寒声道：“我看也差不多啊，根本赢不了我家的金黄色丝绸，所以你压根不能证明配方不是从我家偷的。”对于徐家主的无耻，沈浪早有预料，所以战线不在金黄色，而在紫色上。沈浪目光望向桌面的那块紫色丝绸，这就是徐家的新紫色染料吗？果然非常出色啊，比市面上所有的紫色丝绸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。这色泽纯净度很高啊，而且非常明艳，难怪徐芊芊有必胜的把握。但是比起沈浪用石蕊第一提炼的紫色染料，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紫草提炼的紫色染料还是太单调了，而且有一点点苍白，没有灵气。沈浪顿时笑道：“徐芊芊，眼前这块丝绸的紫色，确实是你们徐家最高的水准了吧？绝对没有藏私了吧？”徐芊芊道：“沈浪，除非你制造的紫色染料比我家的更高明，否则你依旧是无耻的盗窃者，不但偷走了金黄色染料配方，还偷走了紫色染料新配方，真是家贼难防啊！”沈浪二话不说，拿出了自己染出来的紫色丝绸，摆在所有人的面前。瞬间，徐家主和林默眼睛猛地大亮，二人先是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，然后是无比贪婪的目光。任何东西最怕的就是比较。之前单单看徐家的紫色丝绸觉得还不错，但此时和沈浪染出来的紫色丝绸比起来，差距完全清晰可见。徐家染出来的丝绸虽然已经紫得非常纯粹了，但太单薄，看上去廉价而且艳俗。然而沈浪这片丝绸染出来的紫色深邃灵动，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，根本不需要人判定输赢了，完全一眼就能立判高下。沈浪冷笑道：“徐家主，徐芊芊，我这新的紫色染料，该不会又是偷你们家的吧？”徐家主和徐芊芊不由得互相对视一眼，内心无比惊讶。这怎么回事？沈浪在他家入赘几个月，他最了解不过啊，智力低下，不学无术，完全是一个废物啊，什么都不懂啊。怎么此时竟然研制出了两种如此出色的染料？金黄色和紫色，这两个巅峰之色足够颠覆整个市场，足够引起染料工艺的革命啊！这真的不合理啊！沈浪蠢笨如猪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懂这些？徐芊芊的想法原本是对的，但她完全没有想到，之前那个愚蠢的沈浪已经死了，眼前这个沈浪是穿越过来的地球人灵魂。沈浪冷笑道：“莫非是这块紫色丝绸赢得还不够明显？那这一块呢？”紧接着，他拿出来的杀手锏——彩虹丝绸。在亮如白昼的无数烛火之下，这彩虹丝绸美轮美奂，惊艳绝伦。所有人完全倒吸一口凄凉气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华美了，太灵气了啊！多姿多彩，却没有丝毫艳俗，关键颜色的过渡竟是如此自然。如果说之前沈亮拿出的紫色丝绸是大胜，那这个全新的彩虹染色丝绸则完全是碾压了，将徐家的那片紫色丝绸衬托得俗不可耐，不堪入目。沈亮笑着问道：“徐家主，徐芊芊，我这彩虹丝绸的新染料配方，难道也是从徐家偷的不成？我早就说了，在染色工艺上，我一人足够碾压你们整个徐家，还是我偷你家的配方，真是可笑可耻。”空气中仿佛传来了啪啪啪的打脸声。徐家主和徐芊芊惊诧地望着沈浪。对于这个赘婿，难道他们错过了什么吗？
他既然如此精通于染料技艺，为何徐芊芊完全不知？这种染料技艺对于别家来说或许用处不大，但对于徐家来说就太有用了，完全能够让徐家的生意再上一层楼啊！在古代，其实丝绸都差不多的，关键就在于染色。一旦颜色技艺远胜竞争对手，就可以让丝绸和布匹生意立于不败之地呀。沈浪承认那位年轻官员道：“主簿大人，请您主事公道。”这位年轻的主簿望向徐家主一眼道：“请您确认一下，这紫色染料和彩虹丝绸染料是不是沈浪从徐家偷的？”顿时，徐家主脸色一阵抽搐。这个年轻主簿真是一个愣头青啊！离开城主府的时候，难道他的上官还暗示的不明显吗？徐芊芊的未婚夫可是郡守大人的儿子，你得罪张家，难道不要前途了吗？徐家主心中怨毒，瞥了这位年轻主簿一眼，真的起了将他赶走罢职的念头。不过那也是需要幕后操作的，至少需要郡守大人动手，而且表面上他一个商人不能对一个主簿无礼。不是。徐家主寒声道。年轻的主簿望向许芊芊道：“徐小姐，你说呢？这紫色染料和彩虹色染料配方，是不是沈浪从你家偷的呢？”徐芊芊美眸一缩，她看出来了，这位年轻的主簿不仅仅是愣头青啊，他在内心敌视徐家啊。徐家难道和他有什么过节？又或者张晋和他有过节？这位年轻主簿有什么胆子，敢和郡守大人的姻亲作对？不是。徐芊芊淡然道：“既然不是，那沈浪就是冤枉的了。”年轻的主簿大人道：“徐家主、徐小姐，两位给沈浪赔礼道歉吧。”徐家主顿时要气炸了，冷哼一声，猛地一甩袖子，直接离去了。徐芊芊脸色变换几下后，朝着沈浪微微一扶道：“抱歉了，因为之前的一些误会，所以冤枉了你，告辞。”然后他曼妙优美的身姿也款款离去。他已经决定了，回去之后立刻让张晋报复这位年轻的主簿，玄武城内绝对不允许有敌视徐家的官员存在。待徐芊芊走后，沈浪朝着这个年轻的主簿拱手行礼道：“多谢主簿大人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兄台今年可好？玄武伯爵府的金小姐可安好？”这位玄武城年轻的主簿大人名叫王莲，今年在21岁，中举之后担任了玄武城的主簿。当然，他并没有放弃科举大业，当官的同时依旧在读书，准备继续考进士。这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不行的，顶多去做幕僚，然后一边备考，但是在这个世界却可以。他并非玄武城人，家在南远郡，但是才名显赫，哪怕在玄武城也闻名遐迩。他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玄武伯爵府的远亲。那么沈浪认识这位主簿大人吗？还真认识，在3年前他还教过沈浪读书，大约坚持了近半个月左右。而且这段往事还涉及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方圆几百里内的第一美人，所有青年男子的梦中情人，玄武伯爵府千金金木兰，被誉为玄武城的公主。当时金木兰率众打猎，来到了沈浪家的后山，遇到了一头大黑熊，他的战马受惊，直接横冲出去。而当时的沈浪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书呆子，蹲在路中间，手里拿着一本启蒙书籍，在摇头晃脑地念。为何一定要蹲在路中间？因为这里有一群蚂蚁在搬家，他不是在数蚂蚁，而是担心这群蚂蚁被人踩死，
所以就守在这里，等蚂蚁搬家完毕离开。一旦有人经过这里，他就会提醒赵凯。金木兰受惊的战马直接朝着沈浪冲了过来，后面一头巨大的黑熊疯狂的追击，身上还插着10几支箭。眼看沈浪就要被战马踩成肉泥了，这位玄武伯爵府的小姐快速下马，站在地上，用一只手活生生将一匹受惊的高头大马拽在原地，救了沈浪一条小命。不仅如此，身后那条黑熊依旧冲了过来，巨大的熊爪朝着金木兰脑袋拍去。金木兰一手拽住了战马，另外一手猛地拔剑挥斩，将那头巨熊脑袋直接斩落。这武力值简直牛逼了。而当时的那个低能儿沈浪被马蹄擦过后脑，直接昏厥了过去。要说伤得多重，那倒是没有，关键是被吓晕的。所以关于这段记忆刻骨铭心，却又比较模糊。而且当时金木兰小姐浑身都穿着铠甲，面颊也遮住了脸蛋，那个低能儿沈浪压根不知道这是伯爵府千金。沈浪阅读这段记忆的时候，根据这个女人的银甲，还有这支队伍的旗帜、盾牌的徽章，认出了她是金木兰。金木兰算是救了沈浪一命，但沈浪毕竟是被他的战马擦伤的，他会负责到底。所以他从伯爵府派去了一名大夫，一些补药为沈浪医治，甚至还亲自去探望过沈浪一次。只不过当时沈浪昏厥不醒，没有见到。金木兰可算是玄武城的公主，身上高高在上，比起徐芊芊不知道高贵了多少倍。而当时沈浪只是蝼蚁一般人物，他的战马别说擦伤了沈浪，就是将他踩死也是活该。但是这位贵族千金不但派人医治，还亲自探望，所以玄武伯爵府爱民如子是真的。当时的王莲刚刚中举，还没有担任主簿，因为是伯爵府远亲，所以来伯爵府做客。当然就算是远亲，他也很少有和金木兰小姐接触的机会。尽管他是新晋举人，但身份和金木兰还是差距太远。而他对金木兰非常爱慕，听说此事之后，知道金木兰既然来探望过沈浪，所以专门来到沈浪家中慰问。得知沈浪还在镇上学堂念书，便亲自教沈浪读书。万一金木兰来探望沈浪，见到这一幕，定然对王莲印象深刻。当然，当时的沈浪蠢得和木头一样，根本就教不会。王莲才华横溢，仅仅18岁就中举了，还真没有见过沈浪这么蠢笨如猪的人。他整整坚持了半个月，但金木兰始终也没有再来沈浪家里，因为他出军务去了。于是王莲放弃，没有再去沈浪家教他念书了。教沈浪这种蠢货念书，简直就是煎熬。但他和沈浪确实勉强是故人关系。这次再见面，王莲已经蓄了短须，而且穿着官服，再加上沈浪脑子里面的记忆只有区区几个人比较清晰而已，所以他用了一会儿时间才记起来这个人。也正是这个缘分，所以沈浪才大胆地要求和徐家比试，并且拿出了紫色染料和彩虹色染料。因为他知道这位年轻的主簿大人和张晋有仇。当时在教沈浪读书的时候，王莲嘴里不止10次咒骂过张晋，一切都在计划之内。听到沈浪喊一声兄台，这位主簿大人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没有回答沈浪的话，而是道：你好好的书不念，却去弄什么染料，不是自甘堕落吗？这倒不是偏见，在这个世界有2种技艺最高贵，一是读书，二是练武，几乎不分上下。在中国古代宋朝之后，文人基本上都压制武人，文贵武贱。然而在这个世界，在大燕王朝，文武是一样高贵的，都是绝对的统治阶级。
武举和文举一样显赫尊贵，而做染料工匠则完全是建业了。刚才徐家那个染料大匠已经是极其出色了，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名字，都只是以许工匠称呼之。当然，这位主簿大人也只是说说而已。当时为了讨好金木兰小姐，他教会沈浪半个月读书，对沈浪的蠢笨如猪可是记忆犹新。这样的人验100年也考不上秀才，读书完全就是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、浪费金钱。至于伯爵府金小姐，年轻的主簿大人王莲扭头瞥了沈浪一眼，道：她是百年贵族嫡女，尊贵无比，所以她的名字不是你一区区乡野之人能够直呼的。说罢，主簿大人王莲直接转身离去。转身过去的时候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不屑。刚才他之所以跟徐家过不去，完全是因为和张静有过节，借机打压一下徐家，根本不是看在沈浪和他的交情上。尽管他教过沈浪半个月时间念书，但在他心中可没有半分交情。可笑的乡野村夫，竟然还想借机和我攀上关系，真是痴心妄想，浅薄无知。年轻的主簿王莲心中冷笑道，然后直接骑马回府。沈浪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了，这位主簿大人压根就看不上他，不想攀什么往日交情。当然，这点他毫不意外。主簿大人王莲走了之后，锦绣阁老板林默道：沈浪，你赢了，狠狠地打脸了徐家，但是还不如输了，现在你更惨了。黑衣帮的田十三淡淡道：沈浪，你完了。林默道：主簿大人只是敌视徐家，所以才有打压之举，压根不是为了保你。所以你接下来遇到什么麻烦和危险，人家根本不愿意搭手相救，你高攀不上的。这些沈浪都知道。这位主簿王莲年轻气盛，出身名门，当然不会将一个乡下破落户放在眼里。根据之前的记忆，沈浪对他是有足够了解的。但今天借他压下徐家就已经足够了，沈浪也压根没有奢望和他拍上什么关系。而且很快，沈浪就要成为这位王莲的情敌了。所以沈浪全家还没有脱离危险，甚至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。徐家现在更想弄死他了。他只是在争取时间而已，仅仅只要1天时间，施展他的逆转计划，一旦成功，就能彻底扭转局面，甚至凌驾于众人之上。到那个时候，徐家、林家、田恒都休要伤到他一根汗毛，还要惶恐沈浪会不会来打压他们了。而这1天时间就要靠彩虹染料的价值了，这也是他刚才染出彩虹丝绸的原因。这彩虹丝绸一定要足够惊艳震撼，表现出巨大的价值，一定要让徐家垂涎3尺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许芊芊很快就回来找他。今天的事情确实凶险，但基本上都在他的计算之内。果然，沈浪离开林默的锦绣阁不久，徐芊芊就出现了。他的马车出现在面前。沈浪，我之前小瞧你了。徐芊芊柔声道：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我去学习染色，你真是有心了，之前为什么不说啊？他这样想再正常不过了。之前的沈浪对徐芊芊确实非常痴迷，愿意为他付出一切。而徐家是做布匹丝绸生意的，那在徐芊芊看来，沈浪为了讨好他，为了做一个有用之人，专门去学习染料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而做染料这一门技艺的，聪明人可能还真不行，需要一根筋的蠢笨之人，无数次的实验，
最终发现最完美的配方。如果你早早说出来，我也不需将你赶出家门啊。徐浅浅声音更温柔了，道：你我的婚姻本就是假的，我要嫁给张晋公子，但是你依旧可以回到徐家做一个供奉，怎么样？沈浪没有出声。徐芊芊目光柔美，娇声道：沈浪，我每个月给你10个金币，足够你养活全家了。只需你将紫色和彩虹色的染料配方交出来，我可以为了准备最好的染房，让你一心一意投入到染色工艺之中，做一个最出色的匠人。你不是很爱我吗？你不是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吗？这样你就可以帮到我了。